周晓峰现在绩效压力大，在利益面前呢，那么适应症、禁忌症什么的，把握起来可就微妙了。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几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这俩病人啊，他是完全自愿做手术的。就算术后有人质疑我们也是可以拿出指南来的，我们完全可以站得住脚。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坐吧。听说你们把一站式治疗做得热火朝天的，还得谢谢你们宣传资源。对了，有一个病人叫申淑贤，是吧？嗯，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亲自上台。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为什么不先选择药物治疗呢？他没有长期抗凝的禁忌症吧？哦，我问过郭主任了，他说病人家属强烈要求要手术。我了解到的是，他们好像把口服抗凝药这件事情理解得非常可怕，好像吃了这个药就会马上脑出血死掉。你想说什么？申淑贤的出血风险评分并不高，跟之前蔷薇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手术效果不劣于服药，就让病人选择一个贵上成百甚至上千倍的手术吧。如果是口服药的话，一年就几百块钱，但是这个一站式需要10几万，即使是有报销，也要花上几万块钱。现在病人的手术意愿非常明确，流程清晰。有什么问题吗？你我都清楚，医疗有很高的壁垒和信息差。作为医生，话术稍微倾向某一方一点点，就可以引导病人做出你希望他们做的决定，尤其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行，你说的有道理啊，欧阳主任，要不这位子你来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你觉得这个手术一定要做吗？他是你的熟人，你不希望他做手术，那就不要做，很简单，没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各方面压力很大，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我怎么就不管不顾了？我问过郭主任了。你问过郭主任了？那你自己去了解情况了吗？还是你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今天来就是来质疑我的，质疑我过度医疗。坑害病人，我不是质疑你，我相信你。这是相信我的态度吗？你以什么身份来质疑我？前女友，销售经理。好，那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销售经理。我现在就想问一句，你这是一个大科主任该有的做派吗？你的底线呢？你的底线去哪儿了？话说完了就可以走了。病人生病已经很可怜了，请便。
你担心他们在做的房颤一站式是过度治疗？周晓峰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我本来以为他会严格把控，但是跟他聊了之后，我心里没底，所以想请你去劝劝他。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他心内的事儿，我怎么劝？可是除了你跟方医生，我想不到还有其他人能劝得动他。那你就去找方医生啊。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多管闲事儿，我是真的担心周主任。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一站式治疗确实帮他打开了局面，但我更担心这件事情反而影响到他。郭主任在做的事情你知情吗？你很难受吧？值得吗？为了一个中心主任，业绩、绩效、床位，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我们的地位不同，我说这样的话也没意义。你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但我认识的周晓峰，虽然古板、固执、毫无幽默感，但他是我认的好搭档，是一心为病人的好医生。不管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兄弟，我真的不希望你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叔，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在吓你的？现在这个过度医疗非常严重啊！你看，这个医院在这里造了这么多楼，又是医生又是护士要养吧，那钱从哪里来的？钱都是从你们病人身上来的呀！还搞什么一站式治疗？我去网上搜过了，现在医院就把你们送进来当小白鼠，就是为了医院的创收 KPI 啊！叔，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你们被卖了还在你胡说八道呢？我跟你说，别人我不知道，周主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你别指指你怎么了？谁呀你？你给我谁呀你？你还抓老头谁呀？我老头谁？护士，护士，怎么了？不好，我们病房有人打起来，你去看看。喂，周主任，马厂长在病房跟人起冲突打起来了。什么？小金过去处理了，您要不要也来看一下？哎，老陆，你可别嫌我激动啊！我这儿也装了小雨伞了，我撑得住。你就说，咱村那次集体中毒的事儿，老少爷们儿正喝得高兴呢，怎么人就倒下了？院子里倒了一大片人。我跟你说，我当时我腿都吓软了。人家周主任
领着医疗队马上就冲过来了，那真是神兵天降啊！捎带手，我大姨的那个脑卒中也让人家给救了。我跟你说，就那天下午呀，那阎王爷都得纳闷儿，哎，我这阎王殿门口来了一路人，一会儿进来了，哎，一会儿怎么又从我这阎王殿出去了？人家这大医院呀，大主任利用自己这个周末休息的时间，大老远的跑到乡下去，免费治病救人，图什么呀？我这个经济状况不好，人家给我推荐的是那个便宜的封堵器，说是现在还有一种降解封堵器。对，我们医院也有。您要想装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可降解的封堵器比金属的贵上几倍，而且就您的情况来说，金属的封堵器效果是一样好的。那他要是为了赚钱，能这样？人家这就是对老百姓的一片心，人家把事儿都做到这地步了。哎，嫂子，咱要再说是人家心眼坏，那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我知道你现在各方面压力很大，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我怎么就不管不顾了？我问过郭主任了。你问了郭主任了，那你亲自去了解过吗？还是你就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业绩、绩效、床位，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但我认识的周晓峰，虽然古板、固执、毫无幽默感，但他是我认的好搭档，是一心为病人的好医生。之前你们医生都让手术了，现在又说要重新考虑，那怎么变来变去没个准话呢？对啊，医生，不是之前说好的吗？要动手术，怎么突然又说不动手术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手术本身也是有创伤跟风险的，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吧。周医生，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回家吃药？对，回去之后严格规范的服药，定期复查，就算吃药的效果不理想，再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对，听医生的。回家吃药呗。啊，护士长，哎，我们决定不做手术了。哦，他们也不做了，我们回去吃了药。把一站式治疗、择期手术的后续所有病人都再做一轮筛查吧。好。周主任，您真的是很难得。下班了，我想跟你道个歉。我以什么身份接受你的道歉呢？你是大科主任，我不过是个小销售，您一根手指头就能把我按死。周主任，您多虑了，不需要道歉。
对不起，我那天不该那么说的。单淑贤的家人都跟你说了吧？嗯。最近我确实有点失控了，你不顾业绩跑来劝我，谢谢你来帮我刹车。谁叫我傻呢？明知道得罪人，还非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你还是原来那个欧阳，多亏有你。那，看着像不像猫？芝麻大野馆成天摆布，下次我再惹你生气，就一指头按死他，啊！如果还不能解气的话，就用这个把捏死他，啊！哪有他们可爱？什么？欧阳经理，愿意赏脸陪我吃顿饭吗？我快饿死了。小姐家。你干嘛呀？你为什么要走后门？现在什么时期？主任竞选迫在眉睫，我身份那么敏感，盛主任办公室门开着呢，要是被他看到我来找你，我就成叛徒了。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到底来干嘛？我来看看我认识的好搭档啊。听说他暂停了一站式门诊，给心内小旋风点个赞。你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话？没那么难说出口吧，周主任。不客气，小旋风。哟，真的假的呀？没想到周主任还有这种风月历史呢。这周主任年轻时候帅啊，挺帅呀，那时候。现在更帅，是有点像啊。那时候就是小鲜肉一枚，好像是大学。反正你还挺漂亮的哈。在说谁呢？方老师，刚刚群里发了一篇周主任的帖子，你看，周主任年轻的时候挺帅的。喂，你看到帖子了吗？看到了。你不太方便，要不我写个帖子澄清一下吧？澄清什么？帖子里说的都是事实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冒出这样的帖子都是有问题的呀。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人他写的很有技巧吗？看上去确实都是事实，但是这话里话外透露着无限想象空间。这是我们的私事儿，而且都过去那么久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如果院领导问起，我也会如实说的，没关系的。别担心啊。公
这种闲话出来，无聊不无聊？随他们吧，做一长在别人脸上，我们也管不了。但重点是，正好在竞争中心主任的关口啊，手段太下作。那医院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你在哪儿？明年就是竞选了，你准备怎么样？PPT 弄好了，演讲稿也背了，但想到就是走个形式，心里很不舒服。虽然我知道希望渺茫，但要输给他，真的很不甘心。有什么不甘心的？你输是应该的。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论资历，他比你深吧，扣1分。资源，你没在院外做业务吧？再扣1分。论关系，他跟王院长可是师徒，你是什么？论形象，你稍胜一筹吧。但你有作风问题，这是大忌。我有什么作风问题？你乱搞啊！男女关系。你也看到了？看到了，那么荒谬的事情，你也别太担心。这种事情吧，到最后都是清者自清。也没那么清。我知道，你们俩好过，但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再拿来说。够有趣。我说的就是现在。你又做纣王了？我说什么？我们俩没怎么样，就是心意相通吧。心意相通还没怎么样？没有，我们说好了止步于此，只是我发现，你完了，周晓峰，你完蛋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荡漾了。老实交代，什么时候的事儿？跨年夜，你跟小然分手那晚。你好兄弟，我被人分手，你在那儿跟人心意相通啊？我怎么知道你们俩会分手啊？而且分手都是你自作自受啊！你别瞎说，什么叫我自作自受？想到这就来气啊！干什么？玩游戏。玩游戏。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同意，就把酒喝了。该我提问了。你记得当初你在那儿怎么跟我说的吗？我不记得。你说你会好好珍惜小然，会尊重他、爱他，让他幸福。你变了吗？我没变，我一直都没变。那你没变，你在干嘛？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能干嘛？我怎么想重要吗？我是被分手的。提分手的人，不见得比你轻松。他跟你怎么说的？你们俩的事你们自己解决。但你要是还有那份心的话，赶紧。
你干什么？第二个问题，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明天竞聘你到底支持谁？你刚给我扣了那么多分，你不会真的想支持盛年吧？哎，你敢？神经病！我肯定支持你啊，但有什么用呢？我就一个人，心脏中心那么多人，最后还是领导决定。我有你这一票就够了。那么晚了还不回家，散什么步啊？明天是你的大日子，你不能破罐子破摔啊！这陪我待一会儿怎么了？快3年了，还是同一片星空。那我怎么感觉我们离征途越来越远？人生于自然，源于宇宙，文明就像这头顶上的星空。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每个个体的努力，都是这星光中的一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星辰大海本来就很远啊，而且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那天气不好的时候怎么办？谁来给我们指路？只能靠彼此了。不止。我哥跟我说，地上一个人离开，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他们会看着我，给走夜道的我们照个亮。只要我们想，星星永远就会在我们心里。以上就是我的详细方案和主张，这样既能满足降本增效要求，压缩那些没有必要的支出，同时也能将我们各亚专业进一步细化，做广、做精、做新，医教研并举，确保我们东丽医院心脏中心能够牢牢地稳固在东江心脑血管第一梯队，3年内竞争全省心脏专业头把交椅。谢谢。各位，刚才盛主任用详实的数据给我们中心展示了一个
绩效显著增长，排名继续上升的未来。我们下面有请周主任给我们讲述一下他的美好的愿景和伟大的蓝图。盛主任，你的观点我不认同。一个以绩效排名为目的的心脏中心，那不是我心中它该有的样子。去年，我从贵州回来，争取心内科主任，满怀抱负，一心想着优化。恭喜啊，搭档，出战告捷！改革，你这是雪中送炭呐！造福病人。但当我真的坐上那个位置之后，我的面前出现一堵墙，叫做绩效。作为科室主任啊，首先是要考虑科室的发展。你现在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开源节流。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的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科主任，但我渐渐忘了，我首先应该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咱们科室老年病人太多了，一住10几天压着床。我觉得吧，有些病人就不应该收。肠胃那么紧张，当然应该留给更需要的病人。于爱珠就是那个需要的病人啊！你问过郭主任了，那你自己去了解情况了吗？还是说你选择对下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不久，有一位家属问我：“张老师，今天来是代表院方正式向您致歉。黄老师入院的时候产生的纠纷，医院确实存在疏漏，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向您传递这份歉意。对不起。”你说你代表院方，那周主任您自己呢？作为病人家属，医生用了几分心，出了几分力，我是能充分感受到的。所以周主任，问问你的心，你尽全力了吗？时至今日，我才有了答案。我没有。我没有尽到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原来这条路走到现在，我早已经忘了自己为何出发。但好在，我还记得这一路而来，伴随着我的一张张面孔。那些病人，我的病人，他们有的可爱、听话，有的爱惹麻烦、依从性地，有的开始很冷漠，怀疑一切，也有的选择无条件的信任我。他们有的孤独，有的幸福，有能救回来的，也有从我手中逝去的。他们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很沉，很重，却也让我的心变得更厚实、更强大。我的手至今能感受到他们的心跳，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问心无愧。如果成为心脏中心主任，意味着要将那一张张面孔变成绩效单上的一串串数字。我舍不得，我放不下。与其那样，我宁可做回那个固执、古板、缺乏幽默感，却一心为病人的周晓峰。周主任，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替我说出了我工作20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非常感谢。对，周主任说的对，绩效考核不应该放在病人的前面。赞同，我支持周主任。就是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是来当医生的，不是来当会计的。感染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算上我们麻醉科。检验科同意，主任，我们支持你。不理我。主任。感谢你对医院的支持啊，要特别感谢老马，辛苦了。什么时候决定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会不会太冲动？我觉得很好啊，特别帅，真的。不管怎么样，把憋了那么久的话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嗯，走吧。你觉得周主任说的怎么样啊？我觉得怎么样也不重要，领导说了算。那如果在我和他之间要选一个出来做心脏中心的主任，你选谁？谁当主任，病人能更获益，我就支持谁。青海那边的工作站已经建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过去？明天就去，我时间都安排好。盛主任可以啊，就像无事发生一样。
周主任虽然得了民心，但竞聘结果也不好说。谢谢您还愿意见我，姜老师。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也想了很多。当时给彭老先生的治疗，我确实做得不够。虽然这份道歉来得太迟了，但是姜老师，对不起。周主任，当医生不容易吧？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回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生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去世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来使我们颠簸，去使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尘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